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俄乌的冲突背后就是美国，就是北约。那如果他用这种方法来对待美国和北约那么这个战火的惨烈度和战火的这种就是打击的烈度，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呢？大家好，我是曹卫东。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这个俄乌已经在战场上相撞了100多天了。那么这个100多天以来呢，大家都希望就是俄乌冲突能够早日平息下去，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相关的问题。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呢，就是没有明显的迹象。因为这个特别的军事行动呢是由俄罗斯发起的。那我们主要看一下俄罗斯是什么样的态度。因为俄罗斯说他发起这个特别的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使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那么这个目标实现了没有？或者是说什么时候能够实现？那么从这个目前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有记者就问说，普京总统，您有可能和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吗？普京总统回答说那么俄乌两国在土耳其已经进行了会谈。那么这个会谈以后呢，乌克兰没有遵守相关的承诺。因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会谈以后，这个乌克兰仍然要进行军事上的这种交锋，仍然从这个北约美国获得这样的武器装备来继续在俄乌冲突中来进行军事上的交火。那这样一来呢，战火就停不下来那么我们再讲拉夫罗夫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作为外交部长，我希望谈判但是现在这个北约和美国不让谈判因为这个乌克兰现在没有停火他们北约和美国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那这怎么谈呢？所以俄罗斯希望谈，但是北约和美国不希望谈。那我们再看，就是普京总统的另一位手下，国防部长了。那么国防部长怎么说呢？绍伊古他去俄乌的前线，给他的这个高级将领授了勋，而且还部署了下一阶段的这个军事上的任务，特别是强调要重点打击，就是北约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种高性能、高价值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海马斯，比如说鱼叉反舰导弹，这些都是高性能、高价值的这个武器装备。说要采取远程打击、精确打击的办法就是把这些西方援助给乌克兰的先进的武器装备把它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俄军在战场上的官兵的损失、武器装备的损失，就可以缩短这个相应的这个战火。所以你看，既然俄罗斯的总统普京现在表态，还有就是这个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还有国防部长都表态就是说目前还谈不下去。那既然如此，谈不下去，那就说明这个战场的这个交战还要继续。那么再从下边来讲就是前段时间我和就是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位在做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呢，前面都在休息室里面就是聊天嘛。那么参赞呢，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外交官了，因为在这个大使馆里边大使是最高的那么其次呢是公使，那再下面就是参赞了，所以他是属于高级参赞这样一个头衔。那么我就给他提了2个问题，我说在您看来这个当初的时候，就是乌克兰到底是不是用这个反舰的导弹把你们这个黑海舰队的就是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给击沉了？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说我不是军人，我不太清楚，就是这个我们的莫斯科号巡洋舰到底是被导弹这个击沉的，还是他自己失火的。但是这件事情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说今后俄罗斯的这个武器装备要转型了。因为他会讲汉语，所以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我的武器装备要转型了。那么第2个问题呢，我就向他提了，我说现在俄乌冲突还在进行，那么你认为这场冲突什么时候会结束？或者是说你希望这场冲突在什么时候结束他说呢，
我们当然希望这种冲突越早结束越好，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减少装备的损耗，可以和平早日到来。说，但是现在你也看到了，美国和北约一直在拱火一直在浇油不让这个谈判开展，不让这个军事上的行动停滞下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我希望这个战火什么时候熄灭的话呢？他说，我希望在今年的冬季来临之前，最好这个俄乌冲突能够结束。他说，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因为现在这个欧洲它是需要俄罗斯的能源的他说，这些天然气的管道石油的通道实际上都是好好的，只要打开闸门就能够供应天然气和石油，它并没有被破坏掉。他说，但是呢，欧洲它是需要这些能源的。那么现在由于俄乌冲突，现在不让我们输出这样的能源，那么冬天来临的时候，他说受苦的是欧洲的老百姓因为你没有能源，没有这些天然气和石油，那就取暖怎么办？你工业生产怎么办？那就是即使你能够有替代品，那也是高价的，那也会导致物价通货膨胀，也会使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下降。所以他说，我希望最好在这个冬季的时候战火能够结束。当然你说对这个俄罗斯的官兵也好你在战场上他是在一个空旷的田野里边，那你想一想，那冬天的时候严寒的时候，那你这个官兵他的作战的环境或者是生活条件环境是非常艰苦的。所以你从这些角度讲呢，他这位参赞就说呀，我希望就是能够在冬季来临之前这场战争能够结束。那么接着呢，就是我们是拍电视节目去了嘛，这个记者呀就向这位参赞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你认为就是俄罗斯说的这场特别军事行动，你们能打赢吗？因为你现在面临的对手不仅仅是乌克兰，乌克兰只是一个代理人是这个出面和你交战的，因为武器装备全都是来自北约，来自美国。说你能够打赢吗？这个他毕竟是外交官所以呢，他说话总是我觉得有点拐弯。他说呢，这个北约和美国希望在战场上打掉俄罗斯，但是普京总统说，那就让他们试试吧。他说呢，普京总统还说，我们还没有动真格的。因为他这个说话老是用外交的辞令，所以那个记者呢就问我说，曹先生，你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是讲的这句话还没有动真格的是什么意思我说呀，就是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说什么意思我说，当年你想想，美国打这个就是阿富汗战争的时候，那除了没用核武器，什么武器装备都用了，而且错杀了很多的平民百姓那美国就是这样对待阿富汗人民的呀。还有打这个就是科索沃战争的时候，那也是手段不用其极那也是狂轰滥炸呀。甚至是用导弹把我们中国大使馆都给炸了。我说，有这样开展军事行动的吗？我说，如果俄罗斯他要是像美国这样执行军事行动的话，那我想普京总统就是没有动真格的。他对乌克兰的这些军队采用的是什么武器装备？他对乌克兰的这场特别军事行动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段那我们就和美国相比，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俄乌的冲突背后就是美国，就是北约。那如果他用这种方法来对待美国和北约那么这个战火的惨烈度和战火的这种就是打击的烈度，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呢？所以我说这个普京总统可能说的没有动真格的，就是说他还是考虑到当前的这个形势，当前的这个冲突以及就是俄乌双方各自的承受的这种能力。所以呢，我们当时呢就是讲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通过呢，就是目前呢，就是俄罗斯的领导人还有下边的这些官方的这个言论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就是俄乌冲突就是最后取得他要达到的成果，他是有信心的。那么我们作为中国来讲呢，我们当然希望是战争早日结束，军事行动早日停止下来。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